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聊那对特别有名的兄弟黑白无常。这两家伙在我们传统文化里可是大明星，一提到他们，大家脑海中立马就能浮现出那两个经典的画面，一个白白净净的笑眯眯的，另一个黑黝黝的一脸严肃。他们俩在阴间可是出了名的快递员，专门负责把那些该去阴间报到的灵魂给领过去。别看他们长得有点吓人，其实他们背后的故事那可真是既感人又有趣呢。先来说说这俩哥们的原名吧。白无常本名叫谢必安，黑无常本名叫范无咎。传说很久以前，谢必安和范无咎是两个普通的人，他们从小就是好朋友，情同手足。谢必安长得白白净净的，性格温柔善良；范无咎长得黑黝黝的，性格严肃正直。他们一起长大，一起玩耍，感情好的就像亲兄弟一样。谢必安和范无咎分别排行第7和第8，所以大家就亲切地称呼他们为七爷和八爷。这个称呼不仅体现了他们之间的深厚情谊，也体现了人们对他们的尊重和怀念。在民间传说里，七爷和八爷不仅是阴间的鬼差，更是有情有义的英雄。他们的故事被一代代传下来，人们用七爷和八爷来称呼他们，也是对他们一种敬意。有一天，谢必安和范无咎约好了在福建福州南台桥下见面。那天天气阴沉，眼看就要下雨了。谢必安说：“八爷，你先在桥下等我一会儿，我去回家拿把伞，不然待会儿淋雨就麻烦了。”范无咎说：“行，七爷，你快去快回，我在桥下等你。”谢必安取伞的时候，天突然下起了大雨，河水也暴涨了起来。范无咎在桥下等啊等，雨越下越大，河水也越涨越高。他本来可以跑开的，但是他想着和谢必安的约定，说什么也不愿意失约，就一直站在桥下等。结果河水一下子就把桥淹没了，范无咎也被淹死了。谢必安取了伞回来，发现范无咎不见了，桥下全是水，他急得不行，到处找，最后才知道范无咎是为了等他被淹死了。谢必安心里那个难受啊，他觉得自己要是不回去取伞，范无咎就不会死，要是他早点回来，范无咎也不会出事。他越想越自责，越想越难过，最后觉得活着也没意思了，就上吊自杀了，想跟着范无咎一起去。谢必安和范无咎死后，阎王爷知道了他们的故事。阎王爷是个有情有义的人，他被这俩兄弟的义气给感动了，觉得他们虽然死了，但这份情谊不能浪费了。于是阎王爷就封谢必安为白无常，范无咎为黑无常，让他们在阴间继续当差，专门负责勾魂捉鬼，维护阴间的秩序。阎王爷还特意保留了他们七爷和八爷的称呼，因为他们的情谊和义气值得被记住。从那以后，人们就一直这么称呼他们。白无常是七爷，黑无常是八爷，听起来特别亲切，也特别有感情。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，黑白无常的形象也特别有意思。白无常长得白白净净的，脸上还带着笑容，但那笑容有点阴森森的。他穿着一身白衣白帽，帽子上还写着一箭发财或者一箭大吉。他还有一个特别的标志，就是总是吐着长长的红舌头，看着有点吓人。但其实这红舌头也有个说法，是提醒人们要小心行事，别做坏事。黑无常呢就比较威严了，他长得黑黝黝的，脸上带着一副严肃的表情，穿着一身黑衣黑帽，帽子上写着天下太平。他手里拿着一根铁链子，看起来特别有气势。黑无常的形象虽然有点吓人，但其实他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，只是他的职责比较严肃，所以看起来比较凶。黑白无常的故事可多了，他们俩在阴间的工作其实也挺不容易的。有一次，白无常去勾一个富商的魂，这个富商生前做了好多坏事，欠了好多债，还坑蒙拐骗了不少人。
白无常到了他家，富商一看见白无常，吓得不行，赶紧求饶，说：“大仙，大仙，我给你钱，你别把我带走。”白无常冷笑了一声，说：“你生前做了这么多坏事，现在还想用钱来贿赂我，没门儿！”说完，他一挥扇子，就把富商的魂给勾走了。还有一次，黑无常去锁一个恶霸的魂，这个恶霸生前欺男霸女，作恶多端，大家都恨他，恨得牙痒痒。黑无常到了他家，恶霸还想反抗，结果被黑无常的铁链子一锁，直接就瘫在地上，动弹不得了。黑无常把他带到阴间，阎王爷一看，气得不行，直接就判他下油锅。不过黑白无常也不是一味的惩罚人，有一次他们碰到一个好人，这个人生前乐于助人，但因为一场意外去世了。白无常和黑无常觉得这人挺可怜的，就把他带到阴间向阎王爷求情。阎王爷一查，发现这人确实是个好人，就让他投胎转世，重新做人了。其实黑白无常在我们的文化里可不仅仅是一对勾魂的鬼差，他们还代表了一种正义和情义。他们的故事提醒着我们，做人要有道德底线，不能做坏事，不然到时候黑白无常找上门来，可就后悔莫及了。同时，他们之间的深厚情谊也让我们感动。范无咎为了等谢必安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；谢必安为了追随范无咎，也选择了自杀。这种情谊啊，真是让人敬佩。在很多地方的庙会上，都能看到黑白无常的画像或者雕像，人们路过的时候都会停下来看看这俩大神，心里默默地告诫自己要多做好事儿，别惹麻烦。而且在一些戏曲里，黑白无常也是特别受欢迎的角色，演员们把他们演得活灵活现的，白无常笑眯眯的，黑无常凶巴巴的，一出场就能把观众给吸引住。他们在戏里的故事也是丰富多彩，有时候是帮好人伸冤，有时候是惩罚坏人，每次都能让观众看得津津有味。黑白无常虽然来自阴间，但他们其实也是有情有义的，他们用自己的方式维护着阴阳两界的秩序，也提醒着我们善恶终有报。他们的故事不仅充满了传奇色彩，还传递了一种正能量。下次要是听到有人提到黑白无常，你可别怕，说不定他们俩正在某个角落里看着我们，提醒着我们要做个好人。这就是黑白无常的故事，一对来自阴间的快递员，却有着人间最温暖的情谊和最正义的灵魂。他们不仅是七爷和八爷，更是我们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提醒着我们，无论在阳间还是阴间，都要做个有情有义的人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除了点赞、关注和分享，也可以请我喝杯咖啡哦。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